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夏先生1号。本期要探讨大问题是：外星人存在吗？那有人听了这个选题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不就是费米悖论吗？这个选题都被人聊烂了，三体获奖都是7年前的事了，你还搞这黑暗森林法则呢？熟悉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小节目并不是一个科普或者哲普的节目，而是一个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开会讨论问题的节目。所以咱们今天就不在这儿跟大家科普什么是费米悖论了，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嘛。咱们今天就一起坐下来，认认真真的去尝试破解费米悖论。这就说了，我们今天每个参会者都相当于一个侦探，我们一起来发挥一下我们的聪明才智，把费米悖论这个疑案给破解掉。在破案之前呢，咱们还是得介绍一下案情啊。刚刚也说了，我们这里就不再科普什么是费米悖论了，我们这里呢就通过一种硬核的逻辑分析的方式来分析一下费米悖论它怎么着就成其为一个悖论呢？费米悖论之所以成其为一个悖论，就是因为有两个我们都认为为真但却互相矛盾的命题同时存在。命题一就是我们应当发现外星人，命题二就是我们没有发现外星人。这个命题二呢是一个事实，而命题一呢是一个高确信度的推论。那这个推论呢又是由两个我们普遍相信为真的前提推导出来的。那么前提一加前提二等于命题一，而命题一与命题二只能有一个为真，但是他们俩却同时为真，因而就出现了悖论。这就是费米悖论的全部逻辑。咱们还是得解释解释这个硬核逻辑要不然太干了，有点不明所以啊。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命题一的两个前提由前提一平庸原理，我们能够近乎必然的推导出外星文明存在；由前提二就是文明必然向外扩张，我们能够近乎必然的推导出我们能够发现外星文明。那啥叫平庸原理呢？它也就是哥白尼原则，就说呢，咱人类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嘛，咱并不是天选之子嘛，我们并不是被钦定的，我们也是按照基本法演化出来的嘛，对吧？我们和万物一样，都是要遵从这个宇宙普世的数学和物理学的，我们在本质上并不比万物更高级。所以呢，按照这个宇宙的基本法呢，既然这个宇宙能够演化出我们人类文明，它在理论上就可以演化出其他外星文明。当然啦，这个宇宙能够演化出智能文明是挺小概率的，对吧？又要求有稳定燃烧的恒星啦，又要求地球处在宜居带啦，又要求有大气有水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再小概率的事情只要样本量足够大，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是个近乎必然发生的事情。这就好比说呢，中彩票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对吧？但是呢，如果你从宇宙诞生起这138亿年的时间里面，每天坚持买彩票，那么你中头奖就近乎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宇宙是多么的大，它的样本量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这个天文数字就是字面意思下面呢，我们就从整个宇宙138亿光年的空间尺度和138亿年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地球这个看似不平庸的星球，放在这种超级大样本下看，是多么的平庸。好，我们先来看空间尺度咱就不用放眼整个可见宇宙了吧，咱就说银河系。银河系里面呢，目前公认大概有2000亿颗到5000亿颗恒星咱就保守的取1000亿颗吧。然后在这1000亿颗恒星中呢，科学家推算有5%到20%颗和太阳有类似质量、温度和光度的恒星咱还是保守的取，也别取5%到20%的吧，就取1%。那么1000亿乘以1%就等于10亿，也就是说呢，银河系中至少有10亿颗和太阳有类似质量、温度和光度的恒星。那么在这10亿颗恒星中呢，科学家推算有20%到50%颗类似于地球这样距离适当、气温适宜并且有液态水的行星。咱们呢还是保守的取，只取1%。那么10亿乘以1%就等于1000万，也就是说银河系中至少有1000万颗类似于地球这样适宜生命生存的行星。好，大家记住1000万这个数字好，说完空间尺度，下面再来说时间尺度。因为演化出智能生命需要一个漫长的演化时间嘛，我们地球不就是花了8亿年才诞生出生命，然后又经历了38亿年才演化出智能生命嘛？那么好，我们给你足够多的时间，我们在刚刚算出来的那1000万颗类地行星里面挑出那些寿命比地球还长的行星我们知道地球在银河系中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星球只有46亿年的年龄而整个银河系呢已经诞生了差不多130亿年了。银河系中多半的行星都比地球的年龄要大咱就不取多半了，依然还是保守的取，只取它个1%。那么1000万乘以1%就等于10万，也就是说呢，在银河系中至少有10万个不同的外星智能文明了，而且这10万个外星文明比地球多发展了数万年到数亿年不等。你想我们人类也就是200年前进行的科学革命嘛，200年的时间就科技大爆炸了。那人家外星文明比我们多发展了好几百万年，那什么无线电什么能够穿行星系的宇宙飞船那肯定是不在话下的嘛。好，这就是前提一由此我们能够推导出外星文明近乎必然的存在。其实这一点大部分科学家都是深信不疑的，对吧？宇宙这么大，怎么可能只有咱们人类这一个智能文明呢？对不对？那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这些外星文明？这就要说到前提二了前提二就告诉我们
啊，我们必然会发现它们，因为啊，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啊，随着一个智能文明的发展啊，它必然会向外扩张，从而进行星际殖民。注意哦，这还不是说硬拿人家外星人和咱们人类做类比啊，说人家外星人非得像咱们智人那样啊，随着文明的发展，先从非洲扩张到整个亚欧大陆，然后呢，从欧洲扩张到美洲，然后呢，马斯克他们现在要去殖民火星的，人家外星人啊，完全可以采取和咱们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但是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啊，你的底层逻辑啊，必须是受到全宇宙都普世的热力学定律的限制的呀。也就是说呢，你的生存和发展啊，是需要利用能源的啊，而任何星球乃至星系的能源都是有限的。等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你必然会为了采集更多的能源而向外扩张，对吧？咱们人类文明的年龄也才1万年，现在马斯克他们都准备殖民火星呢。那么那些发展了好几百万年的外星文明，那还不得把整个银河系都利用起来？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根据一个智能文明对能源的利用程度，区分了3种类型的文明。一型文明呢，就是有能力使用所在行星的全部能源啊。根据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测算啊，人类文明呢目前算作是0.7型的文明。那2型文明呢，就是有能力利用母恒星的全部能源啊。一个典型的方式就是运用戴森球啊。这个戴森球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也就是把太阳包裹起来，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太阳的能量啦。那么3型文明呢，就是有能力使用整个星系的能源了啊。对我们来说，就是整个银河系的能源了。当然了，这个3型文明到底长什么样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了。但是按照对能源利用这个底层的线索来推导的话，随着文明的发展，它必然要发展出利用整个星系能源的能力。那根据物理学家加莱道雄的测算啊，人类将在100年到20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1型文明，然后在几千年后达到2型文明，然后在10万年至100万年后达到3型文明。好，这就是前提2。随着文明的发展啊，由于对能源利用程度的加深，文明必然向外扩张，进行星际殖民。那么扩张的方式有哪些呢？刚刚提到了2型文明会发展出戴森球，此外呢，外星文明呢可能会发展出世代飞船，外星文明呢还可能发展出自我复制的 AI。如果能耐大呢，外星文明还可能直接造访地球；如果能耐不是那么大，外星文明至少也会向外发送无线电来进行通讯，对不对？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世代飞船和自我复制的 AI 啊。我们要知道啊，要进行这个星际航行呢，由于这个宇宙空间的尺度特别大嘛，所以呢，这个星际飞船啊，首先啊，它的速度要特别快，比如说至少要达到5%的光速进行航行。如果这个航程还是很远的话，比如说需要好几千年甚至好几万年才能到达殖民地的话，还可以发展出世代飞船，或者叫做太空方舟 （Generation Ship）。也就是说呢，这个宇航员啊，就在这个飞船上安家了，然后呢，在飞船上生孩子，孩子长大以后呢，再生孩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那几千几万年到达目的地以后呢，还是会有活蹦乱跳的殖民者下飞船开展殖民活动的嘛。那当然了，也可以在这个飞船上冷冻好胚胎，由这个人工智能来培养和保存这些胚胎啊，就像电影《异形契约》里面那样啊。在到达目的地以后呢，孵化出这些胚胎，下船以后该干嘛干嘛啊。当然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成本还是太高的话，也可以完全自动化，也就是完全由 AI 来做开拓者，这就是自我复制的航天器。这个想法呢，最初是由数学家冯诺依曼提出的，采取的方式呢，就是所谓的跳岛战略。就殖民者呢，把 AI 投放到邻近的星球，那 AI 下飞船以后呢，利用当地的资源进行自我复制，复制出新的 AI 飞行器，并且不做停留，再从这个星球再出发前往下一个邻近星球，如此往复，就这么以网状的方式在整个星系扩散开来。那如果 AI 乘坐的飞船呢，能够以5%的光速前行，那么大约就可以在400万年的时间内殖民整个银河系。再提示一下哦，400万年听起来很长，但是在整个银河系131年的时间尺度下，也就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好，我们说回来再来捋一下。由于前提1呢，我们推导出银河系中至少存在着10万个比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更久的外星智能文明。由于前提2呢，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向外扩张，对吧？这10万个外星文明早应当在整个银河系里面搞得戴森球和宇宙飞船满天都是了。但是命题2告诉我们，截至2022年9月，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外星人存在的迹象。不仅没有外星文明到访过地球，我们的天文望远镜也没有观测到过任何诸如戴森球或者宇宙飞船的外星文明的迹象，甚至我们都没有接收到过任何外星文明发送的无线电信号。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一片寂静。科学家把命题2叫做大沉寂，这就是费米悖论。刚刚说了不科普啊，咱们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来解释费米悖论啊。说这么些呢，还是为了捋清案情，为我们下面的破案来做准备。那么在接下来破案之前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破案的方法。
我们之前说了啊，费米悖论就是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那么要破解费米悖论，道理很简单嘛，要么命题一是假的，要么命题二是假的。那如果命题一是假的，要么就是前提一是假的，要么就是前提二是假的。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区分出3种破解费米悖论的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命题一是真的，也就是我们应当发现外星人，但命题二是假的，也就是确实呢，我们其实已经发现外星人了。那这里面呢，又进一步分为4种情况，就是我们已经有外星人来过的证据啦，以及外星人秘密的接触着少数地球人，以及外星人悄悄地观察着我们，以及我们就是外星人啊，这4种情况啊。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呢，命题二虽然是真的，也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外星文明，但是外星文明啊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命题一的前提二是假的，也就是说呢，外星文明并没有向外扩张，所以呢，它就没法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嘛，所以我们就没发现他们喽。那这里呢，又进一步分为3种情况，就是来不了、没那个能力，以及来得了但故意不来，以及没必要来啊，这3种情况。那第3种可能性呢，就是命题二是真的，但命题一的前提一平庸原理是假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外星人呢？因为整个宇宙根本就没有外星文明，只有我们人类这唯一的文明。那这样也就没有悖论了嘛。当然了，这里面也分为2种情况，就是对平庸原理的强否定和弱否定。那么根据这3种可能性、9种情况，就引出了13种假说，也就是对费米悖论的具体破解方案。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重点就是要和各位逐一介绍这13种假说。你们作为侦探，而各个假说就相当于嫌疑人，你们来评一评哪种假说是更合理的破解方案。那么我们怎么判定一种假说是更合理的假说呢？一般而言啊，判断假说合理性的标准有5个。第一，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啊，就是说呢，你这个假说啊，首先别出 bug， 你得自洽，能够自圆其说，对不对？而且呢，你能够解释你所想要解释的事实材料，不能说这个事实材料首先就把你给证伪了，那你这个假说就无效了，对不对？那第二呢，广泛性。广泛性就是说啊，你这个假说啊能解释更多的事实，那你就比起那些能够解释更少事实的假说，就是更合理的假说，对不对？那第三呢，可证伪性。这就是说呢，你这个假说啊，不能搞糊弄学啊，你不能说出一个没法检验的说法。就比如说呢，这个外星人存在于我们去不了的另外一个次元的宇宙，那你就是怎么说都对，就是说正确的废话了，对不对？那第4呢，简洁性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就是为了解释一个事情啊，那些动用假设更少的假说，就比动用假设更多的假说要更合理一些，因为这样更省事儿嘛。那第5呢，就是保守性，就是你提出的这个假说呢，它要和我们接受的其他假说，尤其要和我们已有的常识相符合。甭你为了解释一个事情啊，提出一个特别离奇、特别科幻的说法，那我们还是喜欢不那么离奇的说法，对不对？当然啊，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这些标准啊，哪个更重要啊，它们的权重如何啊，以及它们哪几个是必要的，这都没有固定的算法的。所以呢，总有人啊，但凡听别人说个事儿啊，就要掏出奥卡姆剃刀。这个奥卡姆剃刀可不是万能的啊，并不是什么假说都必须拿奥卡姆剃刀来衡量的。判断假说合理性啊，没有固定的算法。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 AI 人工智能没有办法替代咱们人类搞科研的原因嘛。哪种假说更合理啊，是需要动用人类的实践智慧的。而这就是我们节目接下来需要各位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凶手究竟是谁？我们将会在13个嫌疑方案中选出最为合理的破解费米悖论的方案。好，介绍完案情和破案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对各个嫌疑人的介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外星人存在，并且已经和我们有过接触了。对此呢，第一种假说啊，就是说呢，其实啊，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外星人和我们有过接触了啊。我们暂且就把这种假说叫做 UFO 假说吧，因为这个 UFO 经常是被用作证明外星人造访过地球的证据吧，对吧？我们经常说谁谁谁拍到了不明飞行物的照片或者视频啊，说这就是外星人造访地球的证据。当然了，这其中有很多是误把自然现象当成了 UFO 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到目前为止无法用自然现象解释的 UFO 的影像，就比如说2020年4月啊，美国五角大楼承认了，之前在网上流出的3段 UFO 视频啊是真实的，是由美国海军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视频中的飞行物做出的飞行动作啊，是目前人类飞行器根本做不出来的。另外呢，也有人说啊，这个地球上的一些非自然奇观啊，都是外星人造访地球的证据，比如说这个金字塔啊、巨石阵啊，以及时不时出现的一些麦田怪圈啊，这肯定不是咱地球人制造的，都是外星人造成的。而如果你觉得上述说法有民科的嫌疑的话，也有科学家提出过一些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比如说2017年，天文学家观测到有一颗天外物体穿行过太阳系啊，天文学家把它叫做奥陌陌。奥陌陌是已知的第一颗经过太阳系的天外物体啊。
它的飞行方式啊就特别奇怪，它不停地在翻转。而且呢，哈佛大学的天文学系系主任阿维洛布教授啊，对奥陌陌的飞行轨道啊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个奥陌陌呢，除了受到太阳引力的作用之外啊，自身还有个推力。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彗星也是有自身推力的，它来自于彗星上气体的蒸发产生的反作用力嘛。所以呢，我们都能够看到彗星都有长长的彗发。但是呢，我们通过天文望远镜啊，并没有观测到奥陌陌有挥发，甚至连任何诸如火箭喷射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所以呢，洛布教授据此就认为啊，奥陌陌是利用光帆推进的外星飞船啊。这个光帆啊，就是一种人类目前并没有完全掌握，但理论上可行的未来黑科技啊。以光帆推进的飞行器啊，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光速的1半。光帆不需要燃料，能够以太阳的辐射压作为推进力，所以呢，我们就看不到光帆的尾部有任何喷射的迹象啊。所以洛布教授才据此认为，奥陌陌就是以光帆推进的外星飞船。另外呢，你说我们地球文明从未接收到过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吧？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科学家们啊，其实已经接受过一些很难解释为是自然现象的外太空信号，就比如说这个瓦偶信号啊。这个瓦偶信号呢，就是在1977年8月16日，美国天文学家杰里安曼收到了一个强度特别强的窄频无线电信号，信号来源是人马座的方向啊。安曼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在打印出的图表上圈出了这个信号，并且在旁边激动的写下了不要回答哦，不是激动的写下了哇哦啊。那到目前为止呢，科学家还不能完全用自然现象解释清楚哇哦信号产生的机制，所以有人推断说这个信号就是外星文明发出的。另外呢，科学家到现在也解释不清楚快速射电暴的产生机制。那啥叫快速射电暴呢？它就是一种高能天体物理现象，就是天上啊某一个方向啊会突然爆发出剧烈的无线电辐射，持续的时间呢只有几千分之几秒，但释放出来的能量啊相当于太阳辐射10年释放出来的总能量。也有科学家认为呢，这种快速射电暴啊就是来自于一种高等外星文明，有可能就是这种高等外星文明故意向外释放的一种信号，也有可能是外星文明之间爆发的战争而产生的一种高能物理现象。总之呢，这个 UFO 假说就是说啊，命题要是假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了，只不过呢，大部分人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证据，还以为我们没有发现外星人呢。当然了，也有学者批评这种假说啊，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证据呢都不够强，并不能完全实锤的证明外星人的存在。那么你觉得这个假说合理吗？好，介绍完 UFO 假说，接下来我们介绍下一个假说——蜥蜴人假说。这个假说就是说呢，这个外星人啊，其实已经和我们人类有联系了，只不过呢，是以一种私密的方式，只与少部分地球人有联系，对吧？外星文明接触人类这事儿，这得是多么高端的会议啊！这都不是国际高端会议了，这是星际高端会议。这事儿是咱们这种平头老百姓能知道的？其实啊，地球上的各国首脑，至少是各大国的首脑啊，都已经和外星人联系过了，只不过呢，这种事情没有放在 CNN 新闻里面公布出来而已。当然啊，这是保守一点的说法啊，也有夸张一点的说法呢，就是说呢，这个外星人啊，其实已经来过地球了，并且呢，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其实啊，咱们地球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啊，比如说这个大国政要啊，比如说这个科技巨夫啊，比如说这个超级巨星啊，其实都是外星人假扮的。因为这个外星人啊，要亲自扮演这些地球上的重要人物嘛，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控制，或者至少说是影响嘛。对吧？不是说有个说法吗？说这个地球上的很多重要人物啊，其实都是蜥蜴人啊。这个蜥蜴人啊，也就是一种外星人呐。他们本身不长地球人的样子啊，但是会化妆成地球人的样子来做掩饰。其实他们都是外星人呐。当然啊，这个蜥蜴人啊是夸张的说法啊，但至少这个蜥蜴人假说啊，这个保守的说法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啊，其实已经和外星人联系过了。只不过呢，这种星际高端联系，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所以才以为命题2也是真的，但其实命题2是假的。好，介绍完蜥蜴人假说，我们接下来介绍下一种假说——宇宙动物园假说。这个宇宙动物园假说就是说啊，其实人家外星人啊已经找到咱们人类文明了，甚至都已经造访咱们地球了。只不过啊，他们在悄悄地观察着咱们，并没有让咱们人类觉察到他们的存在。为什么要悄悄观察我们呢？这是因为啊，人家外星文明啊比我们高级太多了，对吧？我们之前说了，人家外星文明啊很可能比我们早演化出来好几百万年了，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啊，就跟这个原始小动物似的。人家要直接和我们交流啊，问我们一些问题啊，对于这些高级问题呢，我们只会回答我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还不如不去打扰我们，就静悄悄地观察着我们。而且啊，由于人家这个外星文明比我们更高级嘛，人家在技术上啊是能够做到全方位观察我们，并且不被我们发现的。我们对于外星文明而言啊，就相当于是虫子。这个生物学家对虫子很感兴趣的，就比如说对蜜蜂如何通过跳舞来传递信息啊，或者说对蚂蚁怎么搬家很感兴趣啊。但是生物学家去采访虫子，那虫子什么也答不出来。于是呢，生物学家只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悄悄地观察虫子就好了，这样也不至于引起虫子的恐慌，能收到最原生态的信息。所以这个外星文明呢，也正是像生物学家观察虫子一样，悄悄地观察着我们。这就是宇宙动物园假说。
啊。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叫做宇宙天文馆假说，也是类似的道理的。那这些个假说呢，这个逻辑上啊倒没什么漏洞，肯定是符合一致性的。但是呢，也有学者批评说啊，就是这些假说啊不具可证伪性，对吧？你说外星人正在以一种不可能被我们发现的方式观察着我们，那这就很难找到能够检验的证据了。而且呢，就这些假说啊，就有点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就是总觉得自己有多值得关注，对不对？这个心理学上不是有一个聚焦点效应嘛？就是说自己总觉得其他人都在观察着我啊，实际上其实并没有人观察，对不对？就比如说呢，哪怕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总能感觉到啊，我的女神正在默默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所以就算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也不能做不健康的事情，对不对？好，介绍完宇宙动物园假说，下面我们来介绍胚种论假说。这个胚种论假说啊，也是主张命题2是假的。我们并不是没有发现外星人，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外星人。这怎么说呢？要知道啊，我们现在的科学家都还没有搞清楚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起源的。关于生命起源啊，也是不同的假说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假说就是说呢，我们地球的生命啊，最初就是由外星传播过来的。就比如说，就是通过外太空飞来的陨石而播撒在地球之上的。那这种说法呢，叫做胚种论。也就是说呢，生命啊是可以在外太空随着陨石而漂流的，那就像这个漂流瓶一样嘛。那漂到哪个星球，那如果这个星球呢适合生命生存，那么生命就会在这个星球生根发芽。咱们地球的生命很可能最初就是这么来的。那现在就有一种说法就说呢，这个火星上啊明显就有生命存在过的迹象啊。这科学家通过探测器发现啊，火星地表上有河川和峡谷的痕迹，这就是早期火星存在过液态水的迹象嘛。而且呢，早期火星啊比地球有更多的氧气，更有利于生命的形成。很可能呢，早期火星存在过生命，而后来呢，由于火星上的地质变迁啊，火星上的生命就灭绝了。但是呢，有一小部分生命啊，就坐着陨石从火星飞到地球上来了。而且确实呢，科学家就发现啊，有不少掉落地球的陨石啊，它就是来自火星的。这个相当于是说呢，生命起源于火星，但是在地球上发展壮大的。那火星呢，现在虽然荒芜了，但是当年的火星生命成功入关入主地球，那现在荒芜的火星也算是咱们地球文明的龙兴之地了，属于是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个生命是坐着陨石漂流而来的，这个概率太小的话，因为这个陨石上的生命很难抵抗这个宇宙辐射的危害嘛。另外，进咱地球的大气层的时候啊，陨石上的生命也很难保全嘛。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胚种论，叫做有目的的胚种论，就是说呢，这个生命呢确实是从外太空传到地球的，而且呢是有目的的传过来的啊！你别以为这个说法是民科提出来的啊，它的提出者呢是由发现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以及 RNA 世界学说的早期提出者之一的化学家莱斯利·奥格尔这两人共同提出的啊。就说呢，一种高等的外星智能文明刻意的把生命的火种播撒到了地球之上，对吧？那既然是刻意安排的嘛，那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刻意避开宇宙辐射以及地球大气的危害啊，使得生命火种安全的播撒在地球之上，对吧？我们地球生命呢，很可能就是某个高等外星文明的宇宙漂流计划的一部分啊，也就是他们的机器人坐着宇宙飞船四处播种，尽可能在宇宙中播撒生命，而我们就是他们宇宙漂流计划的产物。所以呢，费米悖论的命题2是假的，我们并不是没有发现外星人，因为外星人就是我们自己。这就相当于是说呢，拿个望远镜对着外太空望了半天，想要找到外星人，结果到头来才发现，糟了，我成外星人了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批评这种假说的话，它的广泛性弱了一点。就是说呢，它虽然可以消除掉悖论，但是呢，它也没有解释，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从外星来的之外呢，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是没有接收到外星文明的信息呢？对不对？那么你觉得胚种论假说合理吗？好，介绍完胚种论假说，下面我们来介绍太远了假说。之前介绍的呢，都是第一种可能性的假说，存在且来过，也就是命题1为真，命题2为假，也就是外星人存在，并且已经和我们地球人有过联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对第二种可能性的探讨，存在但没来过，也就是命题2是真的，我们真的从未接触过外星文明，但命题1的前提2是假的，也就是外星文明是存在的，只不过呢，由于种种原因啊，人家没能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二种可能性中的这7个假说啊，重点都是要来解释为什么人家外星人不来联系咱们啊。那当然了，第一个原因就是来不了，没那个能力。那为什么没那个能力呢？那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离我们太远了嘛。大家知道啊，这个宇宙其实是非常辽阔并且非常空旷的啊。你从一个恒星星系飞到另外一个恒星星系啊，这距离少说就是好几百光年。这好几百光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来看啊，要完成这样的航行啊，那至少需要好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那就算人家外星文明的科技水平更发达吧，但是它也不能超光速航行啊，光速是整个宇宙的基本限制啊，人家外星人也是要遵守基本法的嘛。所以呢，就算外星文明的技术更先进，能达到光速的5%的速度进行航行吧，那这好几百光年的距离也得花上好几万年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前提还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已经演化了很久，发展出了至少能够以5%的光速进行航行之后啊，那这要花的时间也就更多了嘛。就算我们假定这个外星人的技术再先进啊，只需要几千年的时间就能跨越这好几百光年的距离啊，但是呢，这实施起来啊也有人道主义上的风险啊。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世代飞船或者太空方舟的概念啊，就是在这个途中能生孩子嘛。但你想啊，有哪个文明愿意付出几十代人的代价去飞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呢？即便啊掌握了这个冬眠技术啊，就是可以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保持冬眠来对抗漫漫长路。但是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代探索者出发以后啊，就彻底告别母星，与他们的亲人永别了。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航行到达目的地以后啊，他们的母星文明是否还存在还是个未知数。真的有文明愿意做出代价这么大的星际探索吗？所以啊，由于星际殖民要耗费这么久的时间，而且要付出这么大的人道主义代价，就使得星际航行的成本特别高。很可能啊，就是因为太贵了，人家外星人很可能就觉得做这事儿太不值当了。而且啊，咱再退一步说啊，就是即便真的有勇敢的外星文明下定决心了，就是要进行星际殖民了，就比如说人家飞到咱们太阳系附近啊，但是呢，也还是咱们一开始说的嘛，就是这个宇宙太辽阔太空旷了嘛，无论是人家自己亲自飞过来，还是发个信息过来啊，这个路上就要花太多的时间了嘛。而我们人类文明还是个很年轻的文明嘛，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外星文明？原因很简单嘛，就是咱们还没等到嘛，对不对？大家想啊，我们智人这个物种诞生也就20万年，产生文字文明也就1万年，产生工业文明也就200年，发现自己可以向外太空发无线电啊，也就最近这100年左右的时间啊。你别看这个什么20万年啊、1万年，好像时间很久的样子啊，但是放在宇宙尺度里边，这也就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在这一瞬间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踪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再等等呗，比如说再等个10万年，说不定就能等到外星人跟咱打招呼了，对不对？所以呢，由于宇宙太辽阔、太空旷了，即便真的存在外星文明，文明与文明之间离得也太远了。所以呢，这就解释了命题2，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们。好，介绍完太远了假说，接下来我们介绍另一个来不了没那个能力的假说——大过滤器假说。这个大过滤器假说就是说了，就是虽然按照命题1的前提1平庸原理看来呢，宇宙中除了地球之外呢，理论上确实可以演化出智能文明啊，甚至可以演化出能够进行星际殖民的智能文明。但是呢，之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外星文明的迹象呢，是因为呢，这个外星文明在发展到具有星际殖民的能力之间呢，横亘着一些大过滤器。这些大过滤器使得外星文明在发展到具有星际文明的能力之前就被过滤掉了。这个大过滤器假说最初的提出者是经济学家罗宾汉森，他就提出了9个大过滤器。也就是说呢，在通往第9层星际殖民之前啊，很多外星文明啊都没有通过这些个大过滤器，就直接栽了，或者至少就停滞在初级阶段了，所以我们才不会发现它们嘛。别的不说啊，咱就是说啊，这个生命起源就是一个大过滤器。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就是科学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搞清楚地球生命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因为这事儿啊确实是太难了，太小概率了，所以就有科学家指出啊，就是地球生命很可能就是外星带来的嘛。此外呢，就算一个星球上演化出了生命啊，这种生命就一定会继续演化成一种智能生命吗？并不是的，这其中啊也有大过滤器挡着。那说到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到啊，有不少人对演化论啊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呢，这个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只要这个时间足够长啊，那么这个生命就必然能够演化成智能生命，然后呢，再给一些时间，这个智能生命呢就必然会朝着所谓的2型文明或者3型文明继续发展，好像这个生命的演化呢有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趋势一样。但是谁说生命的演化就一定要演化出复杂的智能生命的呢？智能生命的出现啊，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演化并没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方向啊。就拿我们地球生命来举例子啊，大家要知道啊，99%在地球上出现过的物种啊，都已经灭绝了。目前在地球上最多的物种是像细菌这样的单细胞生物啊。我们即便不谈细菌啊，就说多细胞的动物啊，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啊是虫子。那至于像我们人类这样的智能生命的出现呢，只是纯粹的偶然，是一系列机缘巧合的因素，小概率的叠加。比如说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地球，灭了恐龙，给我们哺乳动物祖先腾出了生存空间。再比如说7万年前的一次短暂的气候变化，使得东部非洲变得相对湿润，从而使得我们智人祖先能够顺利走出非洲。当然了，按照汉森列的那9个大过滤器啊，我们人类现在已经很幸运了，已经顺利穿过了前8个大过滤器了，目前已经达到了第8层了。但是呢，咱也别高兴得太早哦，我们也很有可能会被这第9个大过滤器给筛选掉，我们就一直停在第8层了，在拥有星际殖民的能力之前，我们人类文明也就灭绝了。要知道啊，我们人类文明啊，
太短了。之前也说了，我们智人的物种史也就20万年，文明史也就1万年，这在宇宙尺度上呢，都是短短的一瞬间。说不定再过个1-2万年，地质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来了一个超级大病毒，或者说小行星又撞地球了，在达到第9层之前啊，人类文明就GG了。而且呢，既然这个生命的演化并没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趋势啊，那么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这个外星人啊，可能曾经演化出来智能过，但是后来退化了，智能就没有了。当然啊，这个退化是打引号的，因为演化是无所谓进步和退步的嘛，只要能活下去就好。大家知道啊，智能在某种意义上啊是很不划算的啊。就拿我们人类举例子啊，我们这颗大脑的重量占全身2%左右，能耗却占了20%左右，动脑子很费电的啊。很可能呢，有朝一日环境变化了，使得我们不需要动脑子就能活得很好，甚至不动脑子，相比于动脑子会活得更好。那智能对于我们的生存和繁衍就意义不大了嘛，对吧？爱思考的人就比不爱思考的人能生更多孩子吗？对不对？咱们这个大问题节目有很多观众都是单身狗，反而是那些成天该吃吃该喝喝啥啥不往心里搁的人总能生更多的孩子。那可以想象未来的人类就不需要智能了，几万年以后人类的智能就退化了，那还谈什么星际殖民呢？另外呢，还有一种大过滤器啊，就是科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大家知道啊，科学知识啊，它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要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啊。我们自己呢是刚刚经历了20世纪物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啊，就觉得啊，好像科学一直会像20世纪那样飞速发展。但是大家想想，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后，今天在基础科学方面，我们还有什么重大突破吗？没有的。今后科学的发展呢，很可能就停滞了，对吧？我们的基础科学已经被锁死了，不会再有进一步发展了。1900年的时候呢，开尔文爵士提出物理学头顶上有2朵乌云。后来呢，随着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呢，这2朵乌云消散了。但是我们现在却漫天都是乌云，什么标准模型里面的自由参数啊，什么暗物质、暗能量啊，什么生命起源啊，这些都是乌云。或许我们人类的知识发展已经到头了，根本不会再进化成所谓的什么2型文明和3型文明了。或许呢，人家外星人跟我们也是一样，知识已经被锁死了，所以就没法发展出星际殖民的能力了嘛。好，我们说回来啊，这大过滤器假说是想说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回到那个思维导图上说啊，就是说呢，命题一的前提一，平庸原理是正确的，这个宇宙中理论上是可以存在外星文明的，但是前提二是错的，在外星文明发展出星际殖民的能力之前呢，它就会被层层大过滤器给筛选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遵循平庸原理的我们人类啊，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平庸啦。我们很巧的啊，按照汉森列的那9个大过滤器啊，我们已经很幸运的穿过了前8个大过滤器了，这在整个宇宙中是很小概率的事情啊。在直观上，按照这个平庸原理啊，好像只要样本量足够大，概率再小的事情都会发生，对吧？这个宇宙空间足够大，宇宙时间足够长，这其中怎么着都会具有星际殖民能力的外星文明吧？话呢，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咱宇宙样本量虽然很大，但也不是无限大啊。由于大过滤器的存在，使得演化出星际殖民能力的概率啊，实在是太小了，小到整个宇宙138亿光年的空间和时间作为样本，这个样本量都还是太小了。那大过滤器假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介绍完大过滤器假说，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自毁假说。这个自毁假说呢，跟前面提到的大过滤器假说有点类似啊，也是隶属于来不了没那个能力这一类的。那自毁假说是怎么解释为什么没那个能力的呢？是因为啊，一旦宇宙中演化出智能文明，这个智能这种东西啊，是会自戕的啊，就是智能文明啊，内在就带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旦一个文明发展出了智能啊，用不了多久，它肯定就会被自己玩死啊。当然了，这就有点这个科技威胁论的意思了，对不对？我们人类在这一方面是老熟人呐，这也是科幻片里面的老套路了。就是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呢，我们会有1000种自己把自己玩死的方法。比如说爆发核战争，我们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地表上的所有动植物都给炸死了。比如说大型强子对撞机撞出了个什么奇异粒子，然后这些个奇异粒子产生了黑洞，然后这个黑洞就会进入地球的核心，把整个地球都给吞噬掉了啊。比如说像基因编辑这种生物科技的发展，把我们自己改造着就改造绝种了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的发展，后来失控了，使他们后来反而统治了我们人类，最终把我们人类给灭绝了，等等等等啊，这些科幻片里面的路数大家都很熟悉了。在这里呢，我们再介绍一个智能文明之所以会自我毁灭的另一种内在的逻辑啊，就是光拢极限。那啥叫光拢极限呢？简单说就是啊，不存在能够星际殖民的文明啊，因为一旦一个文明需要进行星际殖民才能缓解生存压力的话，它早就把自己给玩死了。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旦一个文明发展出了星际殖民的能力啊，就比如说达到了2型文明或者3型文明的水平吧，那么早期呢，它就能从不断的向外扩张而得到巨大的好处。也就是呢，以这个母星为球星，然后通过自我复制的 AI 飞行器不断的向周围的星际空间扩张啊。
那么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呢，这个殖民者的人口也会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是随着殖民进度的发展而呈指数级上升的。不过呢，起初呢，在这个以母星为球星的球体疆域体积内这个人口密度是恒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通过同样是指数级上升的殖民空间扩张程度来维系的。那么直到有一天呢，空间扩张的速度会接近光速，而一旦你达到了光速，这个以母星为球星的疆域体积就会被锁死了，因为你不能超光速嘛。那么当这个文明的扩张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它就触碰到了所谓的光笼，而这个时候殖民空间的扩张和资源的获取就会趋于停滞，但殖民者人口的指数级上升是停不下来的那这个时候整个文明就崩溃了嘛。你听着感觉这个殖民空间的扩张速度达到光速好像需要很久很久很久的样子。但是注意由于这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曲线哪怕这个人口的增长率起初只是1%，那么一个拥有星际殖民能力的文明用不了几千年就能触碰到光笼，几千年从宇宙年龄来看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发现不了外星文明了，因为一旦一个外星文明具有了星际殖民的能力用不了几千年的时间，它就会触碰到光笼，从而把自己给玩死。所以星际殖民的能力有一种自毁的内在倾向，这就有点类似于星际版本的马尔萨斯陷阱而一旦掉进这个陷阱呢，要么这个文明在几千年内就直接灭绝了，要么就是必须保持低增长率，于是呢就放弃了星际殖民，过上了一种低碳环保的宅男宅女生活了，对吧？都宅在自己母星上了，当然也就没法被我们发现喽。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自毁假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外星文明呢？因为一旦一个文明的科技水平发展出了星际殖民的能力，到了这种程度的文明都会掉入一种自我毁灭的陷阱之中，所以我们发现不了他们。好，介绍完自毁假说，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夏眠假说。这个夏眠假说也是属于外星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会遭遇到限制。不过呢，它不像这个自毁假说是会自我毁灭它遭遇到的限制是它必须先睡上一个长觉才能进行星际殖民。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要知道当一个文明具有了星际殖民能力的时候那么它的能耗将会是巨大的。而且呢，这种科技高度发达的高等文明肯定是一种高度依赖计算机的文明。那这时候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这些能耗巨大的计算机怎么散热，对吧？哪怕这个外星人的计算机不是咱们的图灵架构的计算机但是它肯定也是要符合热力学定律的呀，它肯定也是要散热的对不对？那这个计算机太热的话，它的运行速度就会很慢，也只有在低温环境下的运行才是高效的。那没办法嘛，那外星人只好等着宇宙慢慢冷却下来，能够支撑星际殖民的超级计算机才能够高效运行嘛。我们知道这个宇宙起初是从一个起点大爆炸出来的，那么这个起点的温度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在大爆炸以后呢，宇宙还在不断的膨胀，而这一膨胀的过程呢，也是这个宇宙不断冷却的过程。目前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也就是宇宙在大爆炸以后的这个余温是 2.7K， 那么当宇宙膨胀到足够大的时候，这个温度还会进一步的降低，而外星人也正在等宇宙进一步的冷却下来，从而能够启动他们的超级计算机进行星际殖民。那么这个正在慢慢等着宇宙冷却下来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夏眠嘛，这也是很形象的嘛，就是夏天太热，得等天气凉快点再干活。那么在这一段夏眠的时间里面呢，外星人是不进行星际殖民活动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能发现外星文明，因为拥有星际殖民能力的文明都要面临散热的问题，他们目前都在为了等待宇宙冷却而处在夏眠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夏眠假说。你觉得这个假说有道理吗？好，介绍完夏眠假说，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黑暗森林假说。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费米悖论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之前介绍的4种假说呢，都属于是来不了、没那个能力这一类的。下面我们要介绍就属于是有那个星际殖民的能力呢，但是却故意保持沉默。那当然，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里提到的黑暗森林法则了。那当然，什么是黑暗森林假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套到咱们这个逻辑图里面来解说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命题一的前提一是正确的，就是按照平庸原理，宇宙中已经有很多这种具有星际殖民能力的智能文明了，甚至呢已经是布满了这种智能文明了。但是前提二是错的，就是这些智能文明呢故意保持沉默，不对外声张。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宇宙中已经布满了这些智能文明啊，这说明宇宙中的资源啊，基本上都被其中的文明所占据了，因而资源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如果我这边的资源呢被别的文明发现了，那别的文明就会通过暴力手段来抢夺。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够坐下来好好商量，一起来做星际贸易？为什么非得诉诸暴力呢？刘慈欣就引入了博弈论来解释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猜疑链。就说呢，不同的星际文明之间的沟通啊是很不顺畅的。你想啊，在不同的种族的地球人之间沟通就挺费劲的了，何况是不同星际文明之间的沟通呢，对不对？因此呢，一旦一个外星文明遭遇到另外一个外星文明啊，哪怕本来是没有敌意的，但是由于跨星际沟通的困难啊，我怎么知道对方对我有没有敌意，对不对？那即便呢我对对方没有敌意，那我怎么知道对方知不知道我对对方没有敌意呢？那即便是我知道对方知道我对对方没有敌意，那我怎么知道对方知不知道我知道对方知道我对对方没有敌意呢？对不对？那这么推演下去就没个头了嘛！这就是猜疑链。所以呢，这种猜疑链就造成跨星际的沟通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两个不同的星际文明彼此一旦遭遇，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先把对方给灭了，抢夺对方的资源就完事了。所以这才造成了宇宙各文明之间总是诉诸暴力。这个宇宙就是一片遵从丛林法则的黑暗森林，宇宙不是人情世故，宇宙就是打打杀杀。所以按照黑暗森林法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按照命题一的前提一，就是宇宙中虽然布满了智能文明，但为什么却推不出命题二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宇宙会呈现出一种大沉寂的景象。因为宇宙这片黑暗森林里的每一个文明为了自保，从不向外发送无线电来暴露自己的位置嘛，都搁那收听，等着别人暴露位置呢。所以呢，对于每一个文明来说理性的策略就是不要回答。但是呢，我们人类却傻兮兮的不断向外太空发送信号，这不就是等着外星人来灭自己吗？所以刘慈欣在小说中就说在黑暗森林中有一个叫做人类的傻孩子，生了一堆火，并在旁边高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这个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说过如果外星人拜访我们其结果可能与哥伦布当年踏足美洲大陆类似这对当地的印第安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好，这就是黑暗森林假说。当然了，也有人对这个假说提出过一些批评最多集中在的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宇宙是非常辽阔、非常空旷的，是不是像小说中说的那样，就是整个宇宙都布满了智能文明，能占的资源都被占了，这是成问题的。好，介绍完黑暗森林假说，下面我们来介绍新科技树假说。好，之前介绍了来不了、没那个能力，以及有那个能力但却故意不来这两类假说现在我们再来介绍外星人根本就没必要来了这一类假说它也是对命题一的前提二的反驳。这个前提二就是说呢，随着智能文明的发展，它必然会通过星际殖民的方式向外扩张。但是问题在于，一个高度发达的智能文明想要维持和发展自己，必然就要走上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吗？除了进行星际殖民一个智能文明完全可以通过点开新的科技树的方式来发展自己这个新科技树假说可以来这么表达这听起来好像是个悖论就是说呢，当一个智能文明已经发达到了拥有了进行星际殖民能力的时候，那么它就没有必要进行星际殖民了。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么设想就是当一个文明的科技水平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能够发展出能够高效利用能源的黑科技嘛，能够把以前一些并不稀缺的物质转化成能量，比如说掌握了可控核聚变技术，或者说反物质技术，或者说能从量子真空中采集能源，那你就没必要大动干戈非得去外星殖民嘛，对不对？这就好比呢，你玩这个星际争霸，通常情况下呢，你要不停的开分基地才能玩得下去，因为主基地的矿是有限的嘛。但是呢，如果你家里面的矿就是一座超级富矿，就类似于 Big Game Hunters 这个地图的超级加强版，就是一颗水晶就有9999999值的那种矿就可以让你踩到天荒地老，那你干嘛还要开分基地呢？对不对？我们说回来这个命题一的前提二说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向外太空扩张，这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科技水平尚不发达的人类文明的认知处境作为出发点，对人家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做出的推测，这就属于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了。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好比一个古代的农民设想人家皇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一看自己每天都是用铁锄头种地的，于是就设想人家皇帝肯定是用金锄头干活的，对不对？我们人类回顾自己的历史这个资源有限，必须向外扩张，对吧？咱们智人祖先先是从非洲扩张到全球，然后欧洲人呢走的也是帝国主义扩张路线，于是就设想人家发达的外星文明也会向外扩张，这纯粹就是以己度人了，犯了人类自我中心的错误。那同样的道理呢，基于这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认知偏误我们根据人类自己的境况来推测我们目前的能量呢几乎全都是来自于太阳能，所以呢我们就假定一个外星文明必须也要有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然后呢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就
要搞出个戴森球，把太阳包裹起来，最大限度的利用太阳能。然后呢，连这个恒星的能量也不够用了，还要星际殖民去别的星系继续搞大工程，对吧？我们总是以为啊，这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就必须搞个戴森球，搞个大工程，然后搞个大新闻，让全宇宙的人都知道。但是谁说大就是好？人家高等外星文明很可能是往微观尺度发展的，对不对？比如人家就喜欢玩这个纳米机器人，对不对？或者呢，人家从这个量子真空中开采能量。人家高等外星文明走小而美的路线行不行？并不一定非得向外扩张呀。为了避免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偏误啊，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啊，就是你基于你现有的认知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啊，多半是不靠谱的。因为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啊，你的认知也会随之转变啊。你想啊，我们人类今天的科技发展水平和200年前的科技水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人看我们今天的人啊，可以说就是看另外一个维度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人类还是拿200年前老一套的帝国主义扩张那条路去预测我们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时候啊，还满嘴说什么入关之类的，这都属于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后果。200年就能造成认知水平有这般差距，更何况人家外星人已经比我们多发展了好几万年，甚至好几百万年。那我们凭什么说人家高等外星文明要发展自己的话，也必须走入关学那条路呢？对不对？好，我们说回来啊，新科技树假说是这样破解费米悖论的，就是说呢，当一个智能文明已经发达到了拥有了可以进行星际殖民能力的时候，那么它的科技水平啊，就使得它没有必要进行星际殖民，也能发展得很好了。好，介绍完新科技树假说，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元宇宙假说。这个假说和上一个假说的道理是类似的，就是当人家外星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他们的科技水平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了，走的就不再是帝国主义扩张那条低水平的道路了。那这个元宇宙假说就是说呢，当这个文明发达到一定程度啊，就直接元宇宙了。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就会从现实的物理世界转向虚拟世界里面发展了啊，就像这个电影《黑客帝国》或者《头号玩家》那样啊，就是拿根管子把自己接入到虚拟世界里面，或者直接就意识上传了。那时候所有人就搁家里面躺平玩游戏就行了，这样多好，绿色环保低能耗，也不存在什么资源短缺问题了。虚拟世界里面的纸片人多美好，也根本没必要做个线虫向外扩张了，对不对？这个费米悖论不就这么被解释了吗？当然啊，说一个文明越发展到后来啊，就进入这个虚拟世界啊，这倒不是说文明发展到后来啊就会所谓的退化啊，而是说呢，随着文明的发展啊，生物文明就会进入到一种后生物阶段。这话怎么说呢？啊，我们拿人类文明来举个例子啊，就是在我们人类现有文明的认知水平下，我们会觉得这个文明延续的载体啊，是咱们这个物种的基因得到延续嘛，就是通过不断的生孩子来传承人类的文明。但是呢，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啊，文明的载体就会从基因转变为文化，就是所谓的魔音嘛。所以呢，只要这个文化还是咱们人类文明传承下来的文化，那么甭管它的物质机制是什么啊，甭管它是碳基的生物躯体还是硅基的计算机硬件，它都是咱们人类文明啊。所以呢，当一个文明进入到后生物阶段的时候呢，为了更大程度的发展这个文明啊，那在元宇宙的程序里面复制魔音，肯定比通过肉身来生孩子要更高效，对不对？那在这个意义上呢，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啊 ，AI 机器人就会成为这个文明的物质载体，它就不需要生物意义上的肉身了，它就直接机械飞升了，或者就直接意识上传了，他们只需要在元宇宙的程序里面传承魔音就行了。这就是元宇宙假说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高等外星文明？因为人家高等外星文明都已经活在元宇宙里面了。好，介绍完元宇宙假说，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破解费米悖论的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不存在外星人。我们一开始说了，破解费米悖论总体而言有3种可能性的解释啊，要么命题2是假的，要么命题1的前提2是假的，要么命题1的前提1是假的。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前2种可能，接下来也就剩下第3种可能了，也就是根本没有外星文明，整个宇宙中只有咱们人类文明这唯一的智能文明。那么如果我们是整个宇宙中唯一的智能文明，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是特殊的，对吧？这第3种可能解释呢，就是对命题1的前提1平庸原理的否定，就是说我们不平庸，我们不一样，所以就需要解释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取决于你对平庸原理做出了哪种方式的否定。一种呢是弱否定，一种是强否定。这个弱否定就是在概率意义上的否定，就是说呢，我们人类文明呢在底层的道理上没什么特殊的啊，我们在底层也是平庸的，在理论上呢，我们也是遵从整个宇宙都普世的物理规律自行演化出来的。只不过呢，在技术上啊，演化出一个智能文明，这实现起来呀非常困难，概率太小了，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么特殊。那强否定就是说呢，这还不单单是技术上实现起来很困难的问题啊，而根本就是在理论上就不可行的问题，演化是不可能演化出咱们人类文明的。
好，我们先来说弱否定。关于这个弱否定呢，古生物学家彼得沃德和天文学家唐纳德布朗利提出过一种假说啊，叫做稀有地球假说。这个稀有地球顾名思义嘛，就是说呢，这个能演化出咱们人类文明的这个地球呢，是非常稀有，是非常特殊的。那怎么个特殊法呢？我们先说太阳啊，我们知道啊，必须要有一颗稳定燃烧的恒星，地球上才能演化出生命嘛。这就要求啊，这颗恒星的质量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这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地球首先要经过10亿年才能慢慢冷却成允许生命诞生的星球，再经过10亿年才能产生像海洋啊、大气啊这样孕育生命的基本环境，然后呢，还要再经过20亿年才能从单细胞生命演化成人类这样的智能文明啊。而这差不多50亿年的时间呢，都需要一颗稳定燃烧的恒星。而这种进入稳定燃烧阶段的恒星啊，我们把它叫做主序星。而我们这颗太阳的质量呢，可以让它有100亿年的主序星阶段。而目前呢，就整整好好的稳定燃烧了50亿年。那么如果恒星的质量太大的话，它的热核反应的速度啊也就越快。就比如说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之一就是这个天狼星啊，它的质量是太阳的2倍，所以它的主序星阶段只能维持5亿年左右。因此我们根本就不能指望在天狼星系找到什么外星文明。那有人就说了，那这颗恒星的质量小点不就行了吗？对吧？这个恒星质量小，主序星就会更久嘛。但是也不能太小哦，因为如果太阳的质量太小啊，它散发出来的热量又不够，那么地球就必须离太阳距离更近才能获得足够的热量嘛。而一旦地日距离更近，就会造成太阳对地球的潮汐锁定，也就是地球的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地球永远只有一面绕着太阳转。就比如说月亮就被咱地球潮汐锁定了，这会造成这个地球上一面永远是白天，异常炎热，而另外一面呢永远是黑夜，又异常寒冷，那这个地球就是冰火2重天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恒星的质量啊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而我们目前这个太阳的质量呢，就正正好好符合这个不大不小的取值。好，说完太阳，咱们说回地球啊，这个地球离太阳的这个距离啊，真是不远又不近，使得地表平均温度呢是20摄氏度左右，允许有液态水的存在。对吧？我们看太阳系的8大行星的排序啊，比我们地球离太阳稍微更近一点的金星呢，它的地表平均温度是500摄氏度，液态水全都蒸发了。那么到了比我们地球离太阳稍微再远一点的火星呢，平均温度立马变成-55度了，别说液态水了，二氧化碳也给你冻成干冰。好，说完地日距离，我们再来看地球的表面积。如果地球的表面积呢稍微再大一点点，那么地球的散热就会过快，导致夜晚变得非常寒冷。那么如果地球的表面积稍微再小一点点，又会使得过多的热量无法散去，使得地球越来越热。好，说完地球的表面积，再来说地球的质量。如果地球的质量稍微再轻一点点，那么地球的引力就会变弱，地球上的大气就会变得非常稀薄，乃至完全消失。那么如果地球的质量稍微再重一点点，那么就会吸引出更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温室气体会导致行星的表面温度不断升高，最终就会变成金星那种温室星球。当然啊，这个地球特殊的条件太多了，没法一一细说啊。什么黄赤交角正好是23.5度啊，什么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近乎一个完美的圆形啊。如果再细说到生物演化层面啊，什么小行星撞地球灭了恐龙，给咱哺乳动物腾出地盘啊，什么东非草原变得湿润，使得智人祖先能够走出非洲啊，等等，这些使得咱们人类这种智能文明能够演化出来的特殊条件啊，写10本书都说不完。我们在这儿啊，只是大概列举2-3个，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是交了多么大的好运才能演化出来。而且要注意哦，这些数不胜数的特殊条件啊，可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哦，而是一环套一环的相乘的关系，少了其中任何一环就演化不出生命，更何况是智能生命了。所以咱们说回来啊，虽然我们一开始在介绍平庸原理的时候也说了，在理论上，既然这个宇宙能够演化出咱们人类文明，它在理论上也能演化出其他外星文明，对不对？是啊，在理论上可行是没错，但是这个在技术上操作起来太难了，你非得凑齐刚刚说的那些个一环套一环的特殊条件才行，而想要把这些个条件凑齐，对不起，哪怕整个宇宙有138亿光年的空间和时间作为样本，这个样本量还是太小了，在这些个小样本量中，凑齐这些个条件也恰巧只有咱地球，仅此一家。所以这个稀有地球假说啊，在这个意义上和我们之前介绍的大过滤器假说是相通的。这个大过滤器假说就是说啊，在演化出拥有星际殖民能力的外星文明之前啊，横亘着一些大过滤器。而在稀有地球假说的意义上啊，更是强调了咱们地球文明的唯一性。目前也只有咱地球文明通过了层层筛选，是整个宇宙中唯一演化出来的智能文明。好，这就是稀有地球假说，算是对平庸原理的弱否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对平庸原理持强否定的一种假说——创造论假说。对前提一平庸原理的强否定呢，就是说我们不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呢？
是因为我们就是天选之子呗，对吧？这就很简单轻松的破解了费米悖论了嘛。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外星文明呢？因为智能生命啊，甚至生命本身啊，靠自行演化是演化不出来的，它必须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到底我们又是被谁创造的，又是怎么被创造的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咱们上一期大问题的议题探讨的就是这个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一会儿出门左转收看上一期的节目啊。本期节目里面这些细节就不再赘述了啊。咱们说回到费米悖论的语境中来啊。如果说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话，这要看似是破解费米悖论了，但这却又引出了新的悖论。这怎么说呢？就说呢，如果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话，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创造我们的高级智能了呀，这就意味着存在外星人了呀，这不就是新的悖论了吗？你一方面否定平庸原理，说是没有外星人，另一方面呢，又说我们是被高级智能创造的，那这就有外星人了呀，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那当然呢，要破解这个新的悖论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啊，创造我们的高级智能文明呢，它并不在我们这个次元的宇宙里面，人家是在别的平行宇宙里面啊，我们就把它叫做外宇人吧。人家外宇人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是连带创造了我们整个宇宙。所以虽然呢存在着外宇人，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次元的宇宙里面呢，我们还是唯一的智能文明，所以这就破解了这个新的悖论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也还是会引出另外一个悖论啊，就是创造我们这个宇宙的外宇人的宇宙又是谁创造的呢？对吧？这就回到了我们上一期节目讲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的时候提到的无限回溯成立不成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又没完没了了。好，关于费米悖论的破解方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分享了13种费米悖论的破解方案。最后咱们再来捋一下这个思维导图啊。这张图呢可以在同名公众号里面下载到啊。费米悖论之所以是个悖论呢，是由两个看似都正确但却互相矛盾的命题组成的。命题2呢是一个事实，命题1呢是一个高确信度的推论。这个推论呢又是基于两个我们都普遍相信为真的前提推导出来的。那么要破解费米悖论呢，无非就是要么命题1是假的，要么命题2是假的。那如果命题2是假的话，也就是说呢，外星人其实已经和我们取得联系了。由此呢，进一步引出了几种可能啊。要么呢，就是我们已经有证据了这就是 UFO 假说；要么呢，外星人秘密的接触着少数地球人这就是蜥蜴人假说；要么呢，外星人以一种不为我们所觉察到的方式，悄悄地观察着我们这就是宇宙动物园假说；要么呢，我们自己就是外星人这就是胚种论假说。那么如果是命题1为假呢？这个命题1是由两个前提构成的嘛，因此呢，要么前提1是假的，要么前提2是假的。那么如果前提2是假的呢，就是说呢，外星人是存在的，但是没来和人类取得联系。由此呢，进一步引出了几种可能，要么就是来不了，没那个能力，由此引出了太远了假说、大过滤器假说、自毁假说和夏眠假说；要么呢，就是来得了，但故意选择保持沉默，由此引入了黑暗森林假说；要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必要来。之所以没必要呢，要么就是他们点开了新的科技树，于是无所谓向外扩张了；要么呢，就是他们直接进入了元宇宙，活在虚拟世界之中了。那么如果是命题1的前提1为假，也就是对平庸原理的否定，就是说呢，没有外星人。那么基于对平庸原理的弱否定呢，引出了稀有地球假说；基于对平庸原理的强否定，就引出了创造论假说。对于今天介绍的破解费米悖论的这3大可能性13种假说，结合我们之前介绍的判断假说合理性的5大标准，你认为其中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假说更合理呢？或者如果有你认为更合理的假说，也欢迎你补充进来。最后说点主持人的感想我记得有一次刘慈欣参加这个访谈节目被问到我们始终没有发现这个外星文明嘛，是因为他们太落后了，还是因为他们太先进了？刘慈欣就回答说就无论是他们太落后了还是太先进了，这个结论都不够震撼。真正震撼的结论是，很可能这个宇宙中真的只有我们唯一一个文明。为什么说这个结论是震撼的呢？我们且不说事实上到底存不存在外星人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就是这个但我们且不说讨论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但其实我们心中早已经有一个希望有的答案，那就是存在外星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孤独，我们害怕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宇宙里边仅仅只有我们，而我们的出现是没有道理的，仅仅是出于冰冷的偶然，我们的出现是无缘无故的，是莫名其妙的。我们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宇宙中，然后我们会莫名其妙的离开，没有其他人看到过我们来过，于是我们就跟没来过一样。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提到过一句德国谚语叫做 Einmal ist keinmal， 翻译成英语就是 Once doesn't count， 这意思就是说呢，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就跟没发生过一样。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如果这个宇宙中仅仅存在我们人类这唯一的文明，那我们的存在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我们的存在竟是虚无。这就好像一朵开在山间的野百合，它在山间自开自落，如果没有人来看过它，它曾经盛开时所绽放出来的美丽光彩，还是美丽的吗？我们的存在，我们所绽放出来的光彩，希望得到见证，因为也只有得到了见证，我们的光彩才是美丽的，我们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而见证就需要他者的存在。咱们这个大问题节目之前有个系列议题啊，就是他者问题，就说呢，自我的真实性乃至世界的真实性是由他者保障的。就说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存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大大的我的话，那我就会陷入唯我论啊，就是我会怀疑啊，这个世界是不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啊？我是不是活在楚门的世界，或者说黑客帝国里边啊？就世界上我所体验到的一切呢，都是布景，或者说都是程序磨砺出来的，甚至呢，我都怀疑我自己就是个假的，我就是一个缸中之脑而已。我所体验到的世界，所体验到的自我，只是一场梦幻泡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外星人就是我们的他者，我们希望这个他者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如果这个宇宙中只有我们而没有他者，我们怎么确定我们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怎么确定我们的存在不是虚无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联系外星人可能会带来风险啊！三体中的人类还像个傻孩子一样啊，生了一堆火，并且在旁边高喊啊，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因为我们来过，我们也终将会离去，我们只是希望有人记得我们来过。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外星人问题这么感兴趣的一些底层的原因吧。每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或许在期待在天的另一边有一双他者的眼睛正在注视着孤独的我们。当然了，希望外星人存在是一个问题，外星人存不存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讨论了。今天我已经分享了一些关于外星人存在与否的假说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